超期待的法国航空竟然就在我面前了，这就是等等我要坐的法国航空。涂装非常的干净，然后写了很大的 Air France。至于这一次为什么会搭乘法国航空，其实背后有一些还蛮悲惨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是在上一集的影片中就有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如果还没有看上一集影片的话，一定要记得去看上一集的影片，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这一集会搭法国航空。蛮贴心的，毕竟我刚刚还在下面想说我要装水。就已经看那边还有一个放，看一下它其实它头枕啊那个是可调的，然后耳机在旁边，有自己的阅读灯。还想说这个灯要怎么开都没有按钮，结果它的开法蛮简单的。骨收也蛮大的，肥的一个很小的空间，它让我觉得蛮有安全感的。然后这里有个充电线，所以我手机之后放在这边充电，我也不用担心说我在飞机上可能会被偷走啊或者什么的。觉得设计很好。法国航空的安全须知卡应该是我看过最小巧、最可爱的，因为其他航空都是很大的一张卡片，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很精致耶，像一个小美女一样的卡片，但其实蛮好的，感觉是不是也可以减轻飞机的重量？然后我发现啊，这个椅子真的是要有些说明书，看，然后低头才发现这里有遥控器耶，然后这里还有还有毛毯。毛毯的质感非常的优质，很细致，摸起来非常的舒服。这张打开来的桌子啊，应该是我有史以来在飞机上用过最大的一张桌子。它可以除了1/2的展开之外，还可以做前后的一个滑移。然后其实在飞机上它有附这一个降噪耳机，其实质感还蛮好的，戴起来也不会多很闷，而且它戴上去降噪效果稍微有一点点感觉。那起飞前不久，机组人员其实就在发送那个过夜包，但外观其实还蛮可爱的，只是里面的话有点阳春，就是一些眼罩啊、牙刷啊、牙膏之类的一些东西。那其实起飞前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不愧是法国航空，就是他们的登机的那个安全说明影片真的是非常的时尚，而且里面的空服员啊，就是男的帅，女的美。然后他们其实就是在法国各地的一些知名的景点去做拍摄，我觉得其实非常的接地气，而且有法国人很时尚的这种感觉。就在起飞过后，安全带指示灯熄灭以后，其实空服员他就开始在走晚餐的一个部分。那这次晚餐其实蛮特殊，因为他一开始其实是给错我餐，他给我的是一般经济舱的餐，所以你看其实有一点点菜色的不一样。但是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主菜的那个 tray 其实是一模一样，它主要就是一些配菜上面的一些不同。那我可以看到说这个餐具是超可爱的，它就是用木质的一个餐具，非常的环保。主菜我其实有一点觉得印象深刻，因为它就是一个烂烂的东西，然后可以醒饱腹。然后沙拉的话，也是还好。那接下来就是跟别的常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些小点心啊，然后有些甜点的部分，我觉得其实表现就是一些中规中矩的感觉，就是还不错吃啦。但是酒一定是餐前要开始喝的，就是也是因为我吃饭就是爱喝酒嘛，所以一定要开始喝酒，先喝酒再吃饭。当然啦，因为肚子饿了嘛，所以就把所有的饭都吃光光了。饭后会给你一个巧克力跟一个茶。现在是在经济舱的厕所，大家发现好经舱它其实没有自己的厕所，所以你也只能到经
机场那边上厕所，然后觉得晚餐的话还不错吃，但是有几道菜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有一坨绿绿的东西，真的吃起来味道怪怪的。好啦，那我等一下要先睡觉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台湾时间晚上的12点，目前都还蛮平稳的。OK。Many hours later. 现在大概还有一半的飞行时间，然后觉得，太久没有坐那么久的飞机了。虽然说椅子真的蛮大，然后可以动来动去，不会影响到别人，可是其实坐久了还是有一点点腰酸背痛的感觉。觉得真的是年纪大了，比较不适合长途飞行了。但是也还蛮期待的啦，毕竟就是很难得可以跟妈妈2个人一起旅行，然后是她很想去的英国。只是我们比较可惜是原本我们会一起抵达的，但是因为就是之前上一集有说飞机被更改，所以变成是我会先提早1天抵达，然后希望一切顺利咯。现在我的桌子很好笑，一直滑过来要给你吃，一直滑过来，一直滑过来。差不多在快要抵达伦敦的2个小时左右，他又来开始发了第2次的送餐。这次的餐就比较简单，就是一个手提袋，那里面有像是优格啊、水果，还有面包、果酱、奶油，跟另外一个比较像派的一个东西。但是当我发现我在吃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有吃过它哦，它有点像是从国泰航空飞台湾的时候发的那一个有点类似咸派的一个东西。已经飞到不知道是白天还是晚上了，终于在14分钟左右，飞机终于要降落了。顺利抵达的，现在要去转机，有点想尿尿。学生有加选特选飞机餐，是蛮体验还不错。下一段的话呢，就是要转机到目的地伦敦。他没有来过巴黎机场，之前来巴黎的时候都是坐火车，非常的有艺术感。看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要转机，转机的资讯密密麻麻的。我看到第3个还第4个荧幕的时候，才找到我的飞机是 AF1680，然后但我也没仔细看登机门，我等下再看一下。一样的墙时尚的 LV 墙，高级哦。洗回来应该不会在这边再转机了。好耶，我找到洗手间了，我要去盥洗一下。现在在厕所，这是法国航空送的小牙刷，好可爱哦，木头的，但舍不得用。那我没有带别的，所以只好用了。早安。换好干净的衣服，然后也用了干洗头，所以现在感觉比较舒服了。好，接下来继续去找登机门。看贩卖机居然有卖新泡面嘞，3.4欧元，然后还有一些食物，可是它没有我想要的咖啡，对吧？再继续找下一台。成功获得一杯黑咖啡，我觉得没有很贵啦，大概3.35块。我刚刚看刷卡的讯息，大概114块，比台湾机场还便宜哦，是大杯的，应该吧？应该比台湾机场便宜。我记得我上次跟叔叔在等飞机的时候买到超贵的。等一下大概在半个小时就可以去登机了，终于到了我的最后一段，只要再飞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伦敦了，耶！啊！真期待，成功坐到最后一段飞机了。
这次是特别选靠窗的位置。可以放手机，小小的图纸，也给小猫。耶！我终于抵达伦敦了。我刚刚在飞机上算了一下，我大概这一趟旅行花了22个小时。然后伦敦的这一趟也是有一点点 delay， 他说因为交通管制的关系，所以现在已经8点半了，原本应该8点就要抵达。啊，好冷，好像有点冷。姐这次太赶了，我忘记把那个外套带在身上。哦天哪！我从8点40排到排海关，排到现在10点17，然后行李转盘都已经不转了。你看还有那么多的人行李还没拿，不知道到底要排多久。现在我要出境了，伦敦。所以这次法国航空的飞行体验就到这边喽。那我就期待我在伦敦开展的一系列旅程。拜拜。